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肥话连篇，我是肥姐，我是惠子。不对，这个状态不应该是这样，这一期的状态应该是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肥话连篇，我是肥姐。怎么了呢？最近状态不太好哦。对，朋友们也看到了，我们这一期是一期找惠子聊聊，我们好久没有做找惠子聊聊了。为什么今天突然想起来要做这个找惠子聊聊，是因为我真的需要来找惠子聊聊了。我们从去年年底阳完之后，惠子其实一直也跟我说哎，咱们要不要做一期找惠子聊聊，要不要做一期。我说感觉去年那个阳了之后那个人的状态好像一直都有点郁郁寡欢，所以我当时建议就是我们1月份2月份尽量多做一些欢乐的内容，可以让听众朋友们也度过这个艰难的冬天，然后大家都能开心一点。您这个就是一个误区了。是吗？就是你不舒服的时候，并不是说你听快乐的东西你就会好，那会让人家觉得哎呀，快乐都是他们的。更好的是我们也可以聊一聊自己的一些不舒服啊之类的，大家就会觉得原来大家都原来那个人他也痛苦啊，对啊，原来大家跟我都一样痛苦。对，所以我们前一段时间就没有做找惠子聊聊，然后今天就像我刚才那个状态，就是我最近一段时间状态不太好，所以我就想说我们借这个机会来聊一聊，就像标题里一样，我们今天想聊一聊我们为什么活得这么累，为什么我最近这么累。哎，你这样说让我觉得非常有当下感。对，就真的是以前我们在聊这个播客的时候都是去讲一些故事啊，对吧？但这次好像我们真的是在聊天。是，想起这个主题的时候，我也觉得为什么这么愿意做，或者是这么迫切的想要赶紧做，就是我觉得现在社会当中，我们的听众朋友当中肯定有很多人跟我经历同样的状态。就是大家可能不一定在什么阶段就会觉得好像自己活得很累，我觉得可能我们聊这个话题听众也会有共鸣。是，所以我们在开头也是提醒大家，如果你现在正在经历和我一样的感觉自己状态比较低迷，然后很疲惫这种感觉的时候，希望你可以在评论里面找到大家的共鸣，然后能够分享你自己的故事，说出来你可能就好了，就像我们一样找惠子聊聊，你们也跟我们聊聊，这样可能大家就疏导开了。来吧，那你赶紧跟我聊聊最近怎么回事儿。就我自己对我自己状态这个认知啊，可能说出来让大家明白的那个感受是累，但是我其实呢也没有什么很明确的事情真正让我很疲劳的事情，但是状态就是不好，应该可能说这1-2个礼拜吧，就状态迟迟都不太好。从上个礼拜开始到现在，所以我觉得可能有很多人也会经历这种事儿，就是你并没有一个明确的给你带来非常大疲劳感的事情，但是你就是隐隐的感觉好像自己很累。而且我跟你说，这种累就是会让人非常不知所措，郁闷啊。对，因为你不知道一个是发生了什么具体的事情，你会觉得没头苍蝇一样的。对，就像你得病了，但你又查不出来，查了半天啥事儿没有，但你就是难受。是，就你不知道你还有没有那种感受，就是有的时候你身上痒，但你不知道哪里痒，就是痒，但你就挠不到那个地方，那种感觉很难受，就是反而是会影响你的那种情绪。是，然后这个情绪就会进一步的让你整个人的状态越来越不好。我其实最近也觉得特别累。你也累？对，但我的那种累不是身体的疲劳，我是一种就是心累的感觉。然后主要就是表现在我有2个表现哈，第一是我不爱说话了，其实我是一个特别爱说话的人，但是因为我心累我就不爱说话了，就是你没有能量了，就电池没有了一样。然后第二呢就是不爱吃饭了。你这是怎么要准备走了吗？就我那么爱吃饭的人，我也不爱吃饭了。就我会有一种就是你没电了，同时你又不乐意去充电那种感觉。我其实也挺想知道，就是你说累，你自己觉得你的具体的表现是什么？我觉得可能首先有一方面来源是因为工作吧。工作上面确实还是蛮累的，就是这个累是能够切实体会到的。但是可能有些听众朋友会觉得说，哎，你不是自由职业吗？你不是自己给自己打工吗？你怎么还会觉得累呢？你又不上班。但其实我在这儿可能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其实自由职业并不是说不上班它就是很轻松，它就是很悠闲。虽然我们的时间是可以自己去调控的，然后我也是没有这种所谓的朝9晚5的固定的上班时间的，但这恰恰其实就意味着你没有固定的上班时间，也就换言之可能你每时每刻都在处于一个上班的过程。对，所以我自己回想了一下，我从过完年回来没有一个周末是没有事儿的，从过完年回来到现在这么多周末，每个周末都是有工作的。
去年我还能安排比较合理的，就是我周一到周五尽可能的把工作都安排在周一到周五，周六周日我就可以相对而言比较放松，哪怕是陪你我也不觉得是一个很累的事儿嘛。但是这次过完年回来之后，周六周日就是那种切实的工作，就不是说陪你了，就是切实的工作，所以会觉得好像一周的7天时间都被占用了。哦，对，没有固定的休息的时间。虽然我可以说我礼拜一休息，或者我礼拜二休息，或者我周一到周五找一天休息，但那种时候你是很难做到彻底的休息的，因为就好像那种感觉就是整个社会都在运转，你说我自己一个人休息，其实你是很难做到真正意义上的休息的。尤其加上比如说你其实也处于一个上班的状态，你早上起也要早起，对不对？可能我也就被吵醒了之后也不会再睡太久了，然后也没有得到一个充分的这种所谓的睡眠的充电。对，然后呢，可能白天你还会，就虽然你不去进行一些非常大块的工作，但肯定是有一些细碎的工作要牵扯你啊，可能也是会牵扯一些精力，所以就相当于一周7天没有得到一个非常好的休息。而且你知道吗？就是你提到说，就是你的休息天可能不是在周末，那你就没有办法跟我一起。有的时候我们2个人一起干一些事儿，也是一种休息。对，它会让你感受到心灵的抚慰。对，所以其实我跟你讲，我这2天发现我最累的时间，就是我最累、情绪最down的时间，是你上班去不在家的这段时间。你每天下班回来了，我心情就会好一些。突如其来的一个表白，真的，所以我就跟你刚刚说那个，我特别有感触。就是有的时候你自己一个人经受一些疲劳、状态低迷的时候，身边有一个人，他哪怕没有切实的来帮你去改善情绪，他只要跟你在一起，你就会有所改善。对，旁边有一块电池，所以可能这个也会带来一种思考，就是你需要去进到一个集体里面。就比如说你累的时候，你可能找朋友呀，或者说跟恋人做点事情呀，对吧？或者说像哪怕你有个宠物，可能家里有个宠物你都会好一点，有个活物嘛，对大家有点互动嘛。所以我觉得工作上面这个累确实是可能有些正经上班族他没有办法体会我们自由职业者的这种累。但其实我是特别能够理解你这种累的。是吗？对，因为我是感受到的，就是在今年开年之前，就去年你的时间还是有序的，就是你可以去安排，比如周一到周五工作，周六周日去休息。但是你到了今年开始，有一些你要跟别人合作的事情会发生在周末，所以你没有办法，你的这个工作就变得无序了。其实人是很需要秩序的。对的，因为人是一种动物，动物的秩序其实是来自于节律，所以你看古代的人他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嘛，所以他们其实很少会出现什么睡眠问题之类的，因为他们是跟地球这个行星这个宇宙是一模一样的生环境和时间，人家是按照节气生活的。对，前段时间我也看到有人说你看现代人就是因为他的身体他没有跟着自然走，所以他就很容易出现睡眠问题。好的办法就是早上太阳出来的时候你就起床到外面走一圈，那个时候那个宇宙的能量场是不一样的，它会给你注入更多的能量。当太阳落山你就去睡觉，那个时候也是，就是当你睡眠的时候是最能让你修复的。天哪，那这么生活的人，早上5点半就得起来出去走一圈，晚上6点半就得回来躺下睡觉了。对，这个与社会就完全脱节了。这个是一个就是你已经失眠很严重了可以去操作的一个做法。这个其实就是想说明你说的这个，就自由职业它其实会给人带来的那种累，其实来源于这种无序的感觉。但你知道像我们这种班儿逼也是很累的。你们这个累我能体会，我以前也是班儿逼。对，就我觉得我的这种累啊，是一种我不是说想要跟你比较，但是我觉得我这种累就是非常非常累，就是那种被禁锢的感觉，天天坐班儿。像咱上一期聊的那种无意义的事情太多了，是不是？对，我知道，就是明天起来我就必须得坐着这一趟地铁，跟这些眼熟的人都是那个一脸疲惫的去上班。你是坐地铁，你不是坐文儿对，我就会觉得特别累。而且你看你自由职业的时候在做你的事儿，一定你就是在做一个有用的事儿吧，对吧？但是对于我们这种班儿逼，就你每天去，你固定的坐在那儿，你有事儿没事儿你都得坐在那儿，这种累是那种就是你甚至还要挖空心思去想一点事儿来做，因为你还会担心说我在这坐着，老板是给我按时间付钱的，我什么事儿没干，那到时候我怎么跟他交代呢？就是我会觉得我没有自由，我在没有事情的时候我也不想坐在这里，
那我觉得咱俩这个挺好的，就是互相都能理解对方累的感觉。对，就总好过有些人，比如说全职主妇理解不了出去上班老公的累，那上班老公理解不了全职太太在家里的累，对吧？有的时候会有这种感觉，那就是属于两个人就会有矛盾嘛。其实你刚才在提到，你说去年年底我还是比较有序，然后到今年年初就没序了，说是这么说，但其实是个好事儿。这其实有一个好的征兆，就是因为去年年底这不是都开放了吗？所以你能明显感觉到今年23年这个开年，各行各业都在卯足了劲儿要干要冲。所以这是为什么这开年会比较无序的一个原因，就是你想象一下赛车一发车的时候那个场面，都是在抢，都是在挤，对吧？这个封海了开渔第一天那个场面，这个船都是往外挤。其实现在就是处于这个阶段，就是各行各业都在往前挤，都在抢，大家要先把第一季度做出来。是，所以像我们这种跟这些东西强挂钩的一些职业，这种自由职业要服务甲方的一些职业，你就会遇到在这个时候，那人家本身人家都无序，人家当然抓你来就要用你，就要你干呢。没错，所以我们有的时候会被安排的事儿也比较多。对，那你会有那种突如其来的事情吗？当然不会有人说现在打电话跟你说1个小时之后让你干一个什么事儿，这不会。但是会有那种这个礼拜立刻约，下个礼拜已经排满，就这种情况。明白。对，其实对于你这种无序，我是有一个建议的，就是我们都会用那个 schedule 那个 calendar 嘛，对吧？但是我们其实没有把它用得太好。我是觉得你可以弄一个那种纸，然后它更可视化，你把有事儿的时间弄成那种红色，然后没有事的时间弄成蓝色。你可以看到比如说1周或者2周，你可以看到其实在很多时候你是空闲，你是可以休息的，甚至把一些你说那种细碎的事情你也把它安排进去。有些蓝色的地方就是你一定要休息的，然后你整体去看这张表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其实你的生活当中还是有很多休息的时间的。你这个就提到，就是我刚才想说，这其实我们自由职业者还有一个问题，你说的那种好好的把自己的日程规划清楚，哪天有工作哪天没工作，其实这个我们也在做，但问题就在于你自由职业了，你要自己对自己负责，你自己就是自己的老板了，你那个时候就不会想着我休息的时间去休息，你会想着我是不是可以利用休息的时间更好的压榨我自己，去做更多的事情。没错，我现在就是这个状态，我觉得这个也是我累的一个来源。我刚才前面提到我没有固定的上班时间，我可能每时每刻都在上班，其实转换到我的大脑，其实我大脑可能一天24小时都在运作，就无时无刻不在想着我要做点什么，我要创作点什么，我要想点什么东西，对吧？你比如说是不是手里得有多少条选题是可以留存的，比如说我们做播客每周都要更新，我总不可能这一周想下一周的内容吧，我会有很多选题留在那儿，我没想到一个好的选题，我可能就在里边写几句话，或者说做几个就是条目，对吧？先把大纲做出来，就不会觉得好像这个时间我是可以休息的，你觉得这个时间我还可以再利用它，就希望能够把自己的时间利用到极致。所以其实你的精神状态是永远都没有办法放松的。对，因为你每一分花在自己的创作上的时间都是花给你自己的100%，对，不像我们这种班逼，就是你可以偷懒一下，你只要按时去了，做满8个小时，这钱就到手了嘛。对吧？我们是这自己多挤出一分钟时间来做事，我们就可以多有一些收益嘛。这个收益不一定是钱，有可能是一些其他的回报。没错。所以我会有一种自我的强迫的意识，就是我如果要是休息了，我如果此时此刻没有在思考，在放松了，我是不是在浪费时间？而且我跟你讲，就是我们这种创作型的人，在平时生活中，不管你是在看电视还是在刷小视频，你都会去想这个内容能不能用在我们要创作的事情上面。真的，你知道我那天去剪头发，我剪完头发之后，我就看到正好有一个在楼上染发的一个女的下来洗头，我一下想到，我好像从来都没有染过头发，我今年要不要试试染一个头发，然后把它拍成一个 vlog， 可能还挺有意思的，就是把这个内容带给跟我一样从来没有染过头发的人，第一次染头是什么体验。然后我就去问我那个理发店专门染头发那个老师，然后我说我想染一个头发，能不能比如说漂啊不漂啊，能染到什么颜色呀？我们就在那儿聊，然后他还让我等他，然后给我研究，我就在那儿又耗了将近40分钟跟他聊这个事儿。然后我就脑子就一直在想，就是从我理完发回到那个停车场的这个路上，我就一直在想我要怎么拍这个东西，我到时候要怎么弄。就本来明明是一个剪完头发你自己溜溜达达回家的这个过程，但你又把它变成一个工作了。对，包括我去跑步，我都也会在想这些事情。对，你知道我甚至夸张的是，我为了提醒自己
不能浪费时间。我自己的这个手机的壁纸，你现在应该可以看到，是一个很搞笑的一个图片。对，这个我就是看到过好多次，但我没有仔细去看上面那个英语。是一个人，这个人被掏空了，然后他身上写的字写的是 I'm scared to admit that I have wasted so much time。就我很害怕去承认我真的浪费了很多时间，我就希望用这个东西不断的提醒自己，你不要去浪费时间，千万不要浪费时间。我就是因为有这个心态，就我刚才前面提到这个心态，我不是每1分钟我都要想办法利用吗？所以在有工作的时候，我就会想办法开足马力。我必须要效率最大化。比如说我剪一期播客，我的极限就是4个小时还是5个小时还是6个小时，我自己找到自己的极限之后，我就必须强迫自己每一次都要用，就在极限这个时间内完成。如果我一旦完成不了，我就觉得我自己没有达标，所以我就必须得想办法，就有点更变态的去压榨自己，就是你要在最高效的状态下把这个一件事做完，因为我认为我能够越高效的做完一件事，我就可以腾出更多的时间再去做一件新的事儿。而且你每次做事的时候，我觉得你的那种状态，就是我都觉得有点变态。我就会想，为什么这个人就是一开始工作连厕所都不上，就好几次你都是从椅子上跳起来说我终于弄完了，然后去尿尿，我都担心你的这个生殖系统。你知道我有一次自己在家，我自己把自己搞笑了我当时是要做一个封面还是要做一个什么东西，我不知道，反正是在做一张图，就可能剩下最后的一些微调了。然后我就在那调，但这个时候其实我已经憋尿憋到极限了。你也知道我工作那个小房间离厕所基本就是2步的距离，就我出门转身出门就进厕所了。但我当时就是我想说我把这个做完保存，我就去上厕所。但你知道你这个东西你要做微调，其实微调有的时候最后那一丁点微调其实还会花很长时间。然后我这个时候就已经坐立难安，你知道吗？我就这个腿在底下就不是，这怎么弄都不是。后来我就保存，其实你以为做完了，就跟你讲保存都得怎么也得花个10几秒，你想想是不是？就保存的时候我已经从凳子站起来了，就那种半站的那个状态在保存。就是我就觉得我如果要是这个保存中间要出了什么问题，我应该就尿地毯上了。后来我就是真的结束之后我立刻就去撒尿，就连抬马桶盖的时间我都感觉来不及了，就真的把自己弄到这个程度。同志们，大家要记住啊，这个以后大家看到的封面都是肥姐老师憋尿给大家做出来的，这都是冒着在这里头损害男性生殖健康的这风险在给大家做。你看我们在调侃这个事情，但其实我还是挺心疼你的。就是你为什么要这样？就是我的一个变态的地方。包括我就会经常催你说你能不能先吃饭，因为你有一个习惯是你希望这件事情是在一个非常完整的时间段里面去完成的，对吧？这也是你的一个特点，你不太喜欢这个事情中间被打断。对，我就是希望一口气把它弄完。对，就我甚至不能接受同样一件事我今天干一半明天干一半。我就必须今天把它干完。对，我刚才想了一下，这个事情跟我从小到大的习惯是一脉相承的。什么习惯？就我从小做作业就是这样，我回到家必须把作业做完才吃饭，今天作业没做完就暂时先不吃饭，直到做完为止。就你心里面不能有事儿，享受的时候心里面不能觉得哎我还有个事儿没干完。对，包括说你比如说这个作业如果能放学前做完，我就在学校放学前做完，做完再放学。有的时候甚至班里就剩我自己一个人还在那写作业，就同学们都回家了，我还在那写作业。但凡是知道有工作没有做完，我就没有办法真正去放松去享受生活。我觉得其实从一方面看哈，如果这件事情确实在你的能力范围内，并且你可以很好的规划好，在一个时间段内完成，我觉得这个没有问题。是，但有些任务它可能非常的复杂，然后你也遇到了很多的困难，但是这个时候你还是很执拗，觉得我必须就是攻坚，只要给我一泡尿的时间我都可以做完。这个时候你就会很消耗啊，所以就会非常累嘛。是，就是非常累，真的非常累。你有没有找到就这个事情的解决办法？你现在有跟自己和解吗？没有，我就还在不断的突破自己的极限。还是这样？对，我就看我能憋多久，就看我还是在突破自己的极限。就包括我剪播客一样，我曾经自己给自己掐时间做这些事情。今天开始打开文件要开始剪，我就会给自己开一个计时器，我就看我今天把这个事情，比如我们录了2个小时，录了2个半小时，录了1个半小时，我会看这么长的一个素材我要花多长时间剪完。包括我去比如做视频做字幕，我自己都有自己的时间，我现在说出来都不怕大家笑话。真的，我自己统计过自己的时间我自己的极限能力剪播客是素材时长的2倍，就相当于我录一个1个半小时的播客，我3个小时就可以把它剪完。那很快嘞。对，做字幕我自己也统计过，我是1个小时可以做6分钟字幕。1个小时才能做6分钟字幕啊？对，如果是自己纯粹的从零开始手打的话，当然现在有很多这种科技的以前是没有这种什么
讯飞那种可以帮你去人工就或者说电子转嘛，就是语音转文字嘛，以前没有的时候我统计过，我是1个小时6分钟可以做1个小时6分钟，有了这个之后我可以翻倍，1个小时可以做12分钟。就我自己真的是统计过，你说我有多变态，我就真的会算自己能干多少时间。所以一个东西给我之后，我一看我大约知道花多长时间把它做完，如果在这个时间内没做完，我就会非常的自责，我会觉得你刚才是不是没努力，你干嘛呢？我会自己在大脑里自己骂自己。哎呦，你对自己的要求真的好高啊，就是有点变态嘛。是对，因为我总觉得我只有这样做完了，我才就是 deserve 接下来去好好休息。如果你没弄完，你凭什么休息？严格，就我对自己是这种变态的要求。我觉得这个要求不是说我自己对自己的要求，可能是从小父母这样要求我，所以我形成了一个习惯。我现在没有父母在身边的时候，我就会自己用这个要求去要求自己。这个其实就是精神动力学里面的你从小形成的一个内在父母。就是你小的时候是父母在你旁边严厉的要求你，你会把这个父母这个形象内化，等到你长大了，你父母早就不管你了，但是你内心还是一直有这个父母的形象。所以你说这个东西算不算是一个自我 PUA 呢？很算，对不对？对，就相当于我其实内心当中有一个很坏的我自己，有点像是自我攻击，你经常自我攻击。所以我有的时候甚至会觉得我自己有人格分裂，就我真的脑子里会出现这种声音。就有的时候你不在家的时候，我甚至会让这两种声音都说话。你听起来是不是觉得很吓人？我不觉得吓人，这个很好。就我在家里会自己跟自己说。你想这个我觉得很好，因为让你觉得你的自我是很清晰的，就你不会觉得这些东西很混乱，为什么我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你其实很清晰。我大脑里面是有这样的声音在告诉我自己的。对，我有的时候在家里面，比如早上冲完咖啡，我喝个咖啡，但这个时候我在踌躇不知道要干什么的时候，我就会自己跟自己说，我说嘿，你到底要干什么？你接下来干什么？赶紧想清楚，你现在不要停在这儿，赶紧想清楚，就真的说出来我真的在家里会说出来，然后我就自己会意识到我得赶紧想我下面要干什么，做一些正事儿。我觉得这个很好啊，这是一种自我对话的能力，否则你就不知道你接下来要干嘛了。你看我刚才不是问你现在有没有跟自己和解吗？你说你没有。那你感觉痛苦吗？不会一直痛苦，但你看我今天不是特别想聊这个事儿吗？包括我跟你说我最近觉得很累嘛。是我自己也在想，是不是就我不是一直要压榨自己，一直要逼自己做自己的效率极限嘛？那可能每一次做完之后你不觉得，但时间长了之后，其实你自己的身体是超负荷，你自己没意识。所以你会发现我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有一个高疲劳期，或者那种状态崩溃的那种感觉。现在就应该就是我可能是一个高疲劳期，然后就是那种有点像是那种积压过载了要崩了。明白。你看你来找我聊聊嘛，所以我是想通过我的一些方式让你去重新思考这个问题。刚才你其实提到说你一直会开足马力嘛，对，所以我就想到一个比喻，就是你把自己想象成一台车，是的，你就在路上开，然后你就会希望自己是最快的，开的最前面的。我不叫开，我是飙。OK， 你飙起来。我是飙，狂飙起来，对吧？我是高启强骑摩托车。但是你知道你缺什么？你缺刹车。没有装这个东西，你没有办法刹住自己，没有办法。那我们可以看结果就是你确实开得很快，你超过了很多开得慢的或者停在路边刹车踩下来休息的车。但是你是一台什么样的车？很危险的车，是一台坏掉的车。你没有刹车，所以你即使表现得再好，你即使得了第1名，你看过那个《飞驰人生》啊，那个沈腾那辆车不就飞到海里去了，他最终是可能是死了嘛。天哪，所以你这个提醒我刚才一瞬间我汗毛耸立。对，所以你表现再好，你觉得最终有用吗？你其实是一辆坏掉的车，就很有可能有一天会遇到非常惨痛的结果，是吗？对啊，其实你也能感受到其实这件事情是痛苦的，虽然说你可以有很好的产出，很高效，也很厉害，但是其实你是一个，就是说残忍一点，是一个坏掉的人，你没有刹车。你这么一提，我能够去回想我在工作当中遇到的痛苦。就比如我刚才跟你说的，我每当坐到电脑前面去做剪辑工作，或者做设计工作，或者说做策划工作，任何一类工作，我都会有点像上赛场的感觉。因为我要跟我上一次做这件事情的我去比赛，我今天要超过他。我上一次剪1个半小时素材的播客花了3个小时，我这次能不能2小时50分钟把它剪完？我坐下就开始了。就我没有那种做这件事情很轻松，因为你会想有一些人，比如说他在做创作的时候，他是进入一个非常好的状态，他享受这个创作的过程。但你总感觉我好像在创作的时候不是享受就是要比赛但是我不是跟别人比，我就是跟我自己比。对，自我超越。
对，就我其实不是想说嘛，就有点太要强了。就是这个要强没有说我跟谁比要强，就是跟自己比要强。这也是我的一个累点的来源。就我经常会自己质问自己，你有没有今天比昨天更好？有没有进步？我做每件事都是，我这一期咱们聊的播客有没有比上一期的好？我今天做的视频有没有比上一期更多人看？我今天做的策划有没有比上一期逻辑更清晰？我都会自己不断的审问自己。你看我在这件事情上就完全没有这个问题，是因为我每次都是搞了一次很好的策划和内容，我就会想，太好了，后面可以休息一下，划水几期。就你们这种人幸福呀，就是你觉得我生命的曲线就应该是有起有伏的。但在我心目当中，我认为生命的曲线就应该是一条起，就应该是一个斜着上升的一个状态。怪不得，那你在斜坡上面往上走，就是会感到特别多的阻力，不像我们爬山，爬完之后，到了山谷了，鸟语花香的地方休息一会儿。你就是一直在爬山。是的，而且你都不知道这个山的顶在哪儿。我没有给自己设定一个说我要到那儿就 OK 了，走了下一步我就觉得我还可以再走下一步。就像你不是一直跟我说，你说咱们是不是应该定一个我们的目标，合理的目标，我们的播客今年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成绩？然后我的感觉就是我反复是一个动态调整的目标。就我能看到自己有成长之后，我立刻就会把自己的目标调高。感觉就是不断给自己加码。对，就是老要挑战，所以累，我觉得累就是这个原因。所以这个挑战是你脑海里面那一个严厉的人给你的挑战吗？有可能是，我觉得有可能是。那不然呢？那为什么没有另外一个偷懒的人，或者想要休息一下的人出来跟他 battle 呢？也有这个声音。但永远都是输了。为什么呢？可能是因为这个，就像你说的，就我不是有个本我吗？就可能我这个本我是帮着那个严厉的人的，这不就2打1，就那个想要出来让我休息休息那个人，他总是赢不了。我自己是这么想的，就可能我的本我更偏向于严厉对待自己。人的那个我确实是有3层的嘛。你提到的本我其实是那个比较像小孩的想要休息的人。是吗？然后超我呢就是那个严厉的人。然后中间是自我去调节他俩。那我是说我这自我是有点偏向严厉的人的，我们俩合着伙一起干我这个本我。有点这种感觉。那你觉得你现在我们这样子分析完了之后，你觉得会让你有什么改变吗？其实我尝试改变好多年了。我从一开始加入工作，甚至在读书的时候，我就一直是这个状态。我自己也意识到，我如果天天这样开足马力，肯定到一段时期我就会崩。那我想问一下，为什么当年高数考了3次都没过呢？那我把读书时期去掉吧，可能就是加入工作之后吧。就加入工作之后，我早是这样。有一个变化就是我不知疲倦。为什么？好好奇啊！不知道，我经常跟别人形容，我说我这个人呢，做事只会出120%的力。因为有些人说你做事，比如说做到出个80%的力，比较中庸嘛，挺好的。我别说80%了，我连100%我都不会，我永远都是120%。就我觉得我要不断的挖掘自己的潜能才行。所以我从工作一直就是这个状态。我从广告公司到去金融行业，到后来做媒体，到现在，我一直都是这样，就是永远都是超出自己该有的能力去想办法挑战自己。所以我自己也意识到，我这样做下去，隔三差五就会崩，隔三差五就会因为积累太多的压力和疲劳，我就会崩。所以后来我开始慢慢意识到这个事儿之后呢，我就强迫自己要休息。但你知道人是一个很奇怪的动物的，不到崩那天，你真的就不会让自己休息。就你不太会说我好好安排好，就是在这个中间值平衡点的时候休息一下，确保自己不会崩。所以后来我慢慢也就变成了一个不好的习惯，就是你就等到崩再休息吧，就变成这样。我跟你讲，我觉得你这样子还有一点会陷入恶性循环。就是你是一个承受能力很强的人，那你进入工作之后肯定是合作，或者是老板布置任务嘛。那老板会觉得，怎么给你布置任务，你像一个无底洞，你都能接纳。这就是我遇到的问题。所以你就会被安排非常非常多的工作。对，这就会加强了你的那种疲劳。就比如说你刚才提到的，如果我能够安排好什么时候休息，什么时候工作，那很好。你没有办法安排的原因是因为你安排要休息的时候，老板觉得你前面东西200%完成了，那我立刻给你加薪的。对，而且我不会拒绝。对，你知道吗？我以前在工作当中这么多份工作，我经常会做的事情就是本来应该3天干完的事儿，我1天就干完了。然后你再给我安排一个事儿，我还是会帮你，还是会干，还能给你干完。
就我一个人相当于能承载好多个劳动力的事儿。然后我那个时候会觉得这是我的荣耀，这是我牛逼的地方，我完全不会意识到你刚才说那个老板会更进一步的压榨你。我觉得我能够更快的去完成任务，这是我证明我厉害的。那个时候就年轻啊，不懂啊，所以我这中间就是有好多这种经历，很高效的完成一些事儿，然后反而接了更多的事儿，但我又永远都不知道 say no， 我又永远都不知道疲倦，我就一直这么干下去。所以你虽然看我是一个人顶了3个劳动力，但你要知道我也一个人背负了3个人的压力，所以等到我崩的时候，我相当于是3倍压力崩掉的，会崩得更惨。对对对，就我之前看过一个说法，说很容易在工作当中累的人，大部分其实反而是那些优秀然后可能比较有素质的人。就是你刚才那2个特点，第一呢就是能干，第二呢就是因为他比较有素质，他就不容易去拒绝别人，特别是人家是通过那种哀求或者说是展示自己很弱小的时候，你就更有那种那我不是有句话吗，叫什么能力越大责任越大，就这种 PUA 语句，这不是蜘蛛侠台词吗？让你觉得好像我就是得干，就是得干，这是我的人生信条，就是干就是干，就这3个字儿，就是干。那你不累谁累？你现在来跟我说啥呢？所以你挺自洽的呀。你知道吗？我也是因为意识到这件事儿，如果有人向我寻求帮助、寻求建议，我都会告诉你不要这样。比如说有些人说，哎呀，杰哥，我们现在新进入职场，遇到什么什么问题，我会跟你说，你不要把自己能力展示得太强，你要聪明一点。老板给你安排的事情，你该是3天完成，你可以4天完成。你千万别2天完成，我会跟大家这么说，但我到我自己这儿就是没戏。对，所以我有时候为什么我说我痛苦，就是我脑子里是想觉得说应该这样做，但我的手就不自觉的就开始整了，开始干了，那就还是不自洽。对，还是开始干。所以你看现在我自己对自己负责了，我就更可以自由了，又多了一层理由可以自己压榨自己了吧？那你的自我就是被超我绑架了呀。你的自我为什么会去帮助那个压榨你的人呢？你明明其实是希望可以反抗的。我也不知道，自我你要不你眨眨眼我也不知道。所以我就是陷入这么一个难受的境地。我到了现在这个时刻，压力堆积到这个时刻，我会跟你这样去分享。但如果比如说我这段熬过了，我接下来我就不会有这种想法。所以我觉得这个想法也是随着压力和疲劳而来的。当过了之后，这个想法就没有了。对。就像你刚才说的那个使劲儿这个事儿，干活使劲儿，其实我也有。我记得我们2个无数次的互相倾吐过这个事儿，我印象很深刻。你跟我说过说，哎呀，你跟我也是一样的人，就是我们这种人就是不会节约自己的能力。对。我们就是不会偷懒嘛。对，像我来说哈，我不会像你一样说我要使120%这样子的力，但是我肯定是100%去做的。我可以举一个例子，就是我干事情，我会先做一遍，然后我会去思考我这样子做有没有更好的改进的方案，完了之后我又把它修改一遍。然后另外的话就是我经常也会去做一些我本来不会的事儿。就有的人他会有工作的边界，就是我是干这个的，我就只干这个。对。其实实际的工作当中，你会发现会有很多事情不是你应该要干的，但是领导也要你干。对。那有边界感的人就会说，我不干这个，这不是我应该干的，而且我不会。是。但是对我来说呢，我就觉得其实这个事儿也没那么难，虽然不是我干的，我也不会，但是这不是有百度吗？我搜一下就不难，我肯定能会。我现学。对，所以我就会先去学一遍，然后把这个事儿做了。那这个其实也会导致很累，就你又要学完了，你本身不是很熟练，你要做。咱俩这个太像了。对，老板就会觉得哇厉害啊，这个事情你不会，但你做的那么好。后来你不断的跟我说咱真的不能使100%的力，咱绝对不能这样，因为你看我跟你不一样，你肯定得使100%的力，因为你是给自己干，我是一个班儿逼，真的不需要这样去做。导致后来你知道吗，老板都会说这个事情你做一下，我说哎呀我真的不会，为什么他们不能做？他说他们比你还不会就是你还能学，他们也不愿意学。我有的时候就在想，他们不会又不是我的错，为什么要我来承担这个事儿呢？其实现在想想就是你的错，就是因为你太过于去承担了，对不对？咱们冷静的想想，就是因为你太过于承担。对啊，但是我跟你说，我还心软，你知道我们这种人还心软。对，就后来你就觉得，哎呀，老板也很愁。对，你觉得哎呀，我不替老板分担，谁替老板分担？对不对？你会有这种想法，救世主心态就来了。对，
哎，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而且你会觉得这个事儿其实也不是很难，就你的那种累，还有一些是对自己的又没有坚持住的那种痛恨的那种累。对，其实做事儿本身没有那么累，你心里面产生的那些情绪，就是哎呀，我又没有拒绝。对，为什么我为什么又没有拒绝？我跟你讲，这个事情真的是你一说起来，我太有共鸣了。我以前也是会的，我给你好好干，干到最好。不会的，有的时候老板会跟你说，哎，这个事儿咱也没做过，咱谁也没做过啊，这东西这难的能不能做？我一般就会主动说，我说这东西没啥难的，你交给我吧，我去学一学，然后我给你做。然后你还会学特别认真，然后做特别好。久而久之之后，我跟你讲会产生一个什么事儿，就是老板以后就说，哎，这事儿是个新事儿，咱谁也没做过，来那个谁肥姐你做，就是他就会默认新事儿你就能做。对，因为你有方法论。然后不是，关键更可怕的是最后你如果做不好，没做好，他会说这事儿这么简单，你查查不就做会，怎么还做不好呢？他反而还会怪你。所以这里我觉得就比如说在职场里面还没有什么经验的一些朋友提这个，给他们一个小的 tips， 就是真的别去揽这些事儿。真的，我们是正经，我们两个人都是正经大包大揽经历过的，身上伤疤真太多了。主要还是怪自己太聪明了。就真的啥都会。我不敢这么大言不惭，我不敢。我跟你讲，现在我们公司就是设计海报都要我来设计，和我另外一个同事，我们俩性格非常像，都是那种叫我们干啥我们干啥的那种。后来我就会觉得，哎呀，做个海报要求也不是很高，我要去联系设计部的同事，还要给他 brief 的时候，他还会说你说的这个我听不懂，所以我们俩就会合计就自己做。后来慢慢的领导还特会 PUA， 他说哇你们做的好好呀，比他们做的好多了，然后之后就这个事情就变成我们俩做了。而且你看咱就是因为这种心态，咱不光大包大揽，咱还特别担心自己搞砸。我就是真的特别担心自己搞砸，就觉得我只要搞砸了就会被质疑，就是我的问题，就我既然揽下来了，我必须得把它做成，不然你又揽下来这个活，然后你又搞砸了，人家会觉得那还要你干什么呢？为什么你要揽下来呢？就包括我现在自己对自己负责，我也是，就是那个超我会责备我的自我，就是你为什么把这事儿搞砸，没做好，没做到最好。比如说有的时候我说错话，或者说有的时候比如就这个礼拜不是咱们更新那个新一期的播客，就是应该是这一期的上一期播客出了一点审核问题嘛，我都特别自责。就我自责一上午，太严厉了。就我觉得我为什么没有在提前想好这个东西有可能会遇到审核问题，把它规避掉，而是出了问题之后再想办法去解决。那我想问一下，就是在你自责的时候，你刚才说的那个为什么我没有提前想好，这个真的是可以提前想好的吗？你回头想，你就会觉得这个事情我可以提前想好。这会不会是一种自恋？就是你觉得我应该做到完美，如果不完美的话，那就不是我了。这算是自恋吗？我觉得这算是就一种强迫吧。就我倒没有说自恋，就是你就是强迫自己必须要做好。那你为什么会认为自己是可以做好的呢？我不是当时就认为自己可以做好，我是回头会认为你应该做好。你为什么没做好？还是一种自我攻击和自我责备。对，就是自责的情绪更多一些。但是我今天看了一句话，我觉得对我还挺有开解的。你们有时候别小瞧这个网上的一些什么段子，或者说这种鸡汤，或者说一些调侃。这是为什么我们说上一期咱们在聊那个职场里屁话那个事儿，大家这么觉得有共鸣。真的有些东西就是拿出来调侃之后，你就一下看开了。是我今天就是看了一段就是调侃关于这个，就有些人担心自己搞砸了这种心态，他一个调侃我觉得特别好。他说工作上你一定要有这种大不了就搞砸了这种心态。他说你回头想一想，美军在伊拉克在阿富汗最后是不是还撤军了？他们也搞砸了。苏联最后把自己搞解体了，是不是也搞砸了？他说超级大国那些领导那些管理者都是精英，都是不光是万里挑，那都是几亿人里头挑一，这帮精英都说搞砸就搞砸。他说咱普通人做普通工作搞砸怎么了？搞砸很合理啊，搞砸很正常。看完这个之后我就想，你就得有人给你举这种例子，哪怕这个例子不那么恰当，哪怕这个例子这个对比之间是有很悬殊，但是你就看这个话说完之后，你就觉得心里舒服了。要降低自己的标准，是要降低自己的标准。对，就是你不能对自己要求太严格。因为你想想，有那些该要求严格的人，他都没对自己要求那么严格。你一个普通人，你干嘛要对自己要求这么严格？对，包括对自己的期待也不能太高。这个其实又让我想到了之前我们聊那个恋人的那一期，不是讲到你对婚姻不能有太大的期待吗？你期待一旦高了，你就会感到不幸福，因为你永远没有办法达到那个标准。你人不就是在获得的时候才会感觉到幸福吗？
但如果你每一次做一件事情你都觉得自己没做好，那怎么可能幸福呢？其实说到这个就是害怕把事情搞砸，其实我也是挺害怕的。但是你知道吗，我分析过我自己的这种害怕，我其实并不害怕这件事情搞砸之后导致的后果，就是他没做成就没做成，因为我是一个班儿逼嘛，就没做成其实对我没影响，顶多就是公司利益受到了损害。但我在乎的是我把这件事情搞砸了之后别人对我的看法，在意外部评价，对，他们会觉得我是一个没有能力的人，这个事儿你接受不了。对，你想是我自己的事儿哈，我搞砸了完全没事儿。比如说什么我把东西撒到我衣服上了，即使这个衣服很贵，我也觉得要是没有人看到，他们不会觉得我是一个手脚不灵活的人，我立刻就没事儿了。那你为什么不在意我对你的评价呢？你为什么把饮料撒到沙发上了，你不在意我的评价呢？因为你已经是爱我的人了呀，然后我们两个人之间是有那个法律协议的，你不会因为我把事情搞砸然后对我评价不好而抛弃我或者讨厌我，但是其他人会，特别是你话都已经说成这个份儿了，那我当然是不能讨厌你了。对，我觉得这个是很多人就是在意把事情搞砸的一个原因，就是其实我们并没有在意这件事情本身没有那么重要，重要的是我把这件事情做漂亮做好了，人家会对我们称赞，做差了人家就觉得这个人好像就是不行，我就受不了这个，所以我更变态嘛，我都不是搞砸了有什么问题，就是我这一次做的没有上一次好，我都那个超我都会来骂我。对，你知道吗？就是我这个事情我觉得真的是挺属于我那种劳累感的来源的很大的一个成分。对，而且你知道吗，就是人还是要让自我成为主导的，本我成为主导你就容易犯罪，或者你就成为一个无所事事的人，那超我成为主导的话，你就会变得就像你说的有点变态，就不像个正常人了。我会觉得你有的时候把自己当作是机器了，就机器可能要精益求精要修，但是人不是啊，人重要的是去生活。但机器都是维持在一个稳定品质上重复的产出嘛，我不能允许自己是机器，我必须是这一次产出这个东西，下一次做出来的要比这一次的好，就我不能接受存量维持我必须得有增量，必须得有增量。对，所以我是认识到这个事情是给我带来痛苦的很大一个原因，因为人是不可能永远有增量的。就像他们很多人说人生阶段也是一个增长平缓再飞跃再平缓再飞跃再平缓，可能一个人的人生从生到死就经历可能3-4个这样的大的一个飞跃，然后大部分情况可能是一个平缓。但你看就像我前面说的，我希望我自己最好是一个一直往上陡峭的一个向上的一个斜线，这不就有问题吗？那我觉得大家希望自己往上是对的，但是我们也能接受并不按照自己的计划来。这个也是我痛苦的一个来源你痛苦的来源真的太多了，就我累也是有这个原因。就是我不能接受不按计划进行。那我想说的是你不能接受也得接受。对，就是所以我在想为什么你对自己这么严格，是因为如果你的计划里也有别人，那你会觉得你反正也没有办法控制别人，你没有办法按照计划来，那也是情理之中的，感觉好像能够接受一点，对吧？如果这件事情是和别人一起完成的，是的。所以你现在越来越事情要自己完成，因为你永远只能压榨自己，能控制的只有你自己，所以你把这种控制欲全都放到自己身上，这也是一个恶性循环。就你当时跟别人合作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可能会因为别人这个事情没成，你这个时候你会觉得说我已经做这么好了，但是因为他们这个事儿没成，你会慢慢的开始想说如果我自己做是不是会更好一些，是，然后我就选择了自己做。然后你自己做之后，你相当于你的团队里面就只有你自己，你就会责备你自己如果这个事儿没有达到特别好，你就会责备你自己。对，所以你看人还是需要这种社会的合作的。你想在你的那个节点，就你跟人合作你感到痛苦，你有2条路可以走，第一就是像你现在这样，比如说全自己来做，另外一条路是我可以降低标准融入这个社会，但是你却选择了不停的压榨自己。那可能是因为我不能选择降低标准吧。所以说来说去其实就是对自己的要求真的特别高。其实你说自不自洽这个，我其实想换一句话说，就是我就是活该真的，你讲来讲去你觉得我就是活该，就是我的各种想法和思维造就了今天我这样的状态。那你觉得这些想法和思维在你看来是正确的吗？我就是因为这样的不协调，就是我认识到这个事儿了，就像你说正确吗？我知道它不正确，但我操作不了。你能体会到这其中的自我矛盾吗？就有的人是没意识到他又操作不了，
他就葬身火海，有的人是意识到了也能操作，他就和解了，自洽了，开心了。我正好处于这个矛盾阶段，就是我意识到，你看我都能跟你聊，我知道我有这些问题，我知道我痛苦来源是什么，我知道痛苦来源是几点我都清楚，但你让我去实操，我就是还是按照错误的方法去实操。那我可以跟你说一个事儿，但我不确定你愿不愿意做。就是在心理治疗的过程中，针对你这样的人是有一个技术叫做日记卡的。就是你要把这些东西写下来。其实我之前有干过这个事儿。然后呢，你没坚持。对，我今天还翻看那个东西，就我可能从21年开始，当我内心产生一些问题，任何的想法，对这个世界的认知也好，对人的看法也好，对自我的认知也好，我就会把它记录在备忘录里，记录了很多。这里边还有一些关于你的坏话呀，关于我自己对自己的不满呀，大家都很想看了。对，关于我对于社会的一些看法，对于身边人的一些看法，我都记录了很多。对，我现在回头看也会觉得里边有些东西是可笑的，也会觉得有些东西是情绪发泄，然后也会觉得有些认知是对的，甚至能看到当年写下的一些决定，现在此时此刻回看当时的预测呀什么也都是对的。但是对，就像你说的，没坚持下来。没坚持下来。而且在心理治疗里面，它是有一个书写的标准的，不是说我现在有什么感受就写下来就行了。当然你写下来肯定比不写强，但是他的那个日记卡他可能会这样子，就是首先让你写让你产生痛苦的事情是什么，完了让你写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是怎么想的，接着让你去判断你这个想法是不是有问题。那你说你能判断它有问题，对吧？对。接着下面会有2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改写你的想法，你知道它是错的，对不对？那你应该知道就正确的应该是什么样子的。比如说你对自己要求很高，是，那你的错误就是我一定要争第一，肯定是错误的。那正确的应该是，我不一定每次都会是第一，那我可以做的是在这次失败当中汲取教训，下次不要犯了。对，那这就是一个正确的想法。另外一部分是你要实践的计划，就是它会让你把这个东西更加好的落到纸上，就走向实操那一步，是吧？对，而且你要坚持，很多时候你会忘记的，但如果你真的去这样去记录的话，你就会更加清晰这个事儿。你实操了有好的反馈，这相当于是一个行为训练嘛，有好的反馈你就会觉得真的有用，你就会更坚持去做这个事情，慢慢的你可能就熬过来了。所以这个日记卡是有卖的吗？就有模板的吗？有模板。我可以专门给你做一个。咱们去买一个这种像个小本一样最好，它上面都给你弄好了，你就写就完了，其实也挺好的。或者有没有这种 app 可以搞一个？这个到时候我给你看一下，但这个事情是要坚持的。是个挑战，我觉得是个挑战。反正不，想到这个又感觉一下子又累了，就感觉又给自己多加了一件事。你也知道我这个人，我要是写这种东西，我肯定要精益求精。你想想，我当年写那种什么手账，什么记什么日记，包括我不是这儿还有个小本儿，我会记自己的想法，我都要写得非常精美，就这个东西将来之后可以拿去博物馆展览才行。行，别说了，你绝症，我们就录到现在不聊了。我现在要不咱们联系一下去火化吧，火化吧，上墙吧啊，扬了，给它扬了，扬了吧，给我扬到大海里。真的，我觉得你真的这个要求太高了，我还是想跟你讨论一下，就是你这个要求到底从何而来？你小的时候也是这样吗？对。那为什么你大学时期却不是这样了？我觉得那个时期就是第一个放纵期，就我在离开父母之前，一直就相当于我的父母，就像现在这个超我这个角色，我一直被他们绑架，我一直被他们严格的要求我要做到多好。我上大学我终于逃脱了，我终于像从监狱里放出来了，那种感觉。所以我大学4年可能是自己一下子就造作了4年。我回想一下，我出去留学就变了，就我大学这4年的造作让我一下子意识到放纵是不好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印象，我跟你提过，我说我出国留学之后整个人状态变得非常要强，感觉像回到了初中时候的我。我那个时候在班里上课就那种非常要强，凡事都要争第一。有什么特殊的事情发生吗？你说这中间有什么特殊事情发生吗？对，没有，我就觉得好像我开启了一个新的世界，我开始要对自己负责任。可能是环境的突变，因为你到了一个西方文化的地方，然后我要证明中国人是可以的。真的吗？我要在 British 面前证明 we Chinese we are very good。民族之魂熊熊燃烧。真的，我跟你讲，就是让他们知道中国人不仅仅是有钱，我们还有脑子。这个是你的开玩笑吗？还是真实的想法？一开始都是真的这个想法。因为我当时刚去的时候不是读语言课嘛，其实有好多老师或者说学校，他们会认为你中国人就是因为去英国留学，好多人就是花着钱去的嘛，
所以为什么你看我在申请的时候，我就说我一定要挑一个不是专门给中国人开课的一个学校，然后我要挑一个没有中国人的专业，我就是要进去证明中国人也可以学这个东西。那我就最后就做到了，我们就去了嘛。去了之后，那我第一步要先过这个语言的这个考试嘛，我就说我要做到班的语言第一。所以那段时间我就是什么事情都觉得是一个全新的开始，我就觉得是一张白纸，我又可以创造了。对，明白。所以后来这不就延续到，就这个东西就延续，就我开始就从工作开始就一直就是这样，就又变了。其实中间就有大学这4年放纵。所以我就想问你一下，就是大学这4年放纵，你得到了什么？什么没得到呀？还什么都没得到？哦，对不起，得到了一个老婆。所以你看，差点说错话，完了，我一直跟整个冷汗的内裤都湿透了。所以你看，其实放纵并没有让你失去什么，反而让你得到了。但你知道我会不断的回想，我很后悔大学4年没有认真的好好的学习。你要认真好好学习，肯定遇不到我了。我不这么认为，就我觉得我如果认真好好学习，还是可以遇到你，但同时我又可以收获很多知识。那如果你是现在这种非常争强好胜，然后给自己那么多压力的人，我没准就没那么喜欢你了。就喜欢一个溜子。因为我是一个其实挺对自己要求严格，然后也在意外界评价的人。你看我当时说我为什么喜欢你，是因为我很喜欢你身上那种松弛的感觉。你这么一说，让我突然想到我为什么大学4年会放纵。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这个也跟我累的来源有关，就是我要求完美，我要求我从起步开始就得是完美的，但是我大一就挂了高数。我一下子就对这个起步，我认为我这4年的开头就不完美，所以我后边有点摆烂心态，就我想说我反正都学不明白这个东西，学金融学经济太难了，不学了。然后所以为什么你看我在其他方面这么用心，我在什么社团活动，我在剧团这些事儿，我在什么其他方面我这么用力，就是我觉得走学业那条路我好像真的不行。那我要给自己想一个新的出路，包括为什么我后来说我考研，我想考表演，考研那个出去读书，我想读媒体，就是我知道我自己现在选的这个专业是行不通的，不适合我。明白，你这个给了我一些启发，就是好像我这种在意别人评价的，其实也是因为我总希望就是在别人眼里我是一个挺完美的人。那可能我在一开始的时候就搞砸一次，比如说刚进公司第一件事儿先搞砸了，之后可能在这个公司就横行无阻了，因为我想反正我也出过丑了，人家也知道我就是这副德行，后面做好了人家就会刮目相看，说跟之前想的不一样，你进步了。对，就有点，你这感觉大家想想有点像玩俄罗斯方块，你一开始就堆错了，堆糟了，你也就糟了，就糟下去了。但如果一开始你堆得特别好，特别整齐，越来越整齐，随着你堆的层数越来越高，你会越来越紧张。这个就跟我现在工作的这些状态是一样的，就觉得前面都已经搞得这么好了，很怕后面突然出个事儿，前功尽弃那种感觉。对啊，就有点像有些人说的晚节不保嘛，有些老一辈的人会说什么，哎呀，这个退休前晚节不保啊什么，就是这种感觉，所以就会压力越来越大。对，现在其实就是这种状态，但是这个状态可能是从开始进入社会工作就一直积累到现在。就一直你都没搞砸过什么事，一直你都是好的评价。对，有的时候我就会觉得那些差生就是特别幸福，因为他们本来老师就觉得你本身就是考不及格的，所以你考得差也无所谓。你想我之前不是有分享过有一次嘛，在高中的时候，我语文考试甚至在监考老师的眼皮子底下要抄后面的同学，因为我实在太痛苦了，我觉得我如果考差了，我这辈子就完了。我就觉得我的形象就崩塌了。但其实你反过来想一想，你在那儿抄人家，你的形象还不够崩塌吗？是的。但是就是那个标准，就你就觉得我就是不能差。这个就让我特别特别累。然后这种在意外界的评价，要保护自己这种完美的形象，还有让我做出的一件事儿，就是我不太会说实话。为什么？比如说这个事情老板交给我，我其实不太会，我也会说好的我去试一下。就是感觉就是好像苦果自己咽下了那种感觉，我不希望让你知道我不太会。这个我也有，就是有的时候有一些工作，比如我有信心的，我会说放心没问题，交给我肯定给你搞定，这是我有信心的。如果我没有信心的，我也不会说这事儿我有点不一定能搞定什么的，我会说我尽力而为。就我总是正向的，会告诉你其实我在传递一个消息，就是这件事情只要交给我，我肯定是尽我自己最大的努力，那至于我能力到什么程度呢，这件事情就是什么程度。对，
你只要信任我的能力，那你就能够看到我能力的上限。如果这个上限还不满意，那我就只能说抱歉。押韵了。我想起来，就是昨天我们录的一期播客，我们不是废了吗？别提了，哎呀，这也是我这今天为什么就要聊这个事儿，就是也是昨天那一下子给我整今天爆累。昨天我们其实已经录了新的一期播客了，而且那一期播客我们在很久之前就录过一次那个主题，我们2轮又录又失败。录完之后我们2个人真的，咱俩录就花了2个多小时，录完之后又聊了2个半小时，一直聊到将近1点钟，一直在非常不满意的在思考怎么回事。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咱们2个人就要求完美。就其实你说昨天那一期咱们素材真的拿出来听听，你说能不能发，保不齐也能。但咱们就是觉得好像逻辑也不对，好像聊的也不好，然后今天就赶紧又正好这不就累了吗？就策划了一个累的，就聊累这件事。非常应景，非常应景。所以我们真的就是朋友们，你们听到这个播客真的挺有意思，就是真的就是我们当下状态。对，就你们听的这个反馈虽然赶不上直播那么及时啊，但是其实也真的挺及时的了。是，对，至少不是一个什么很久远的主题。听众朋友们说我们也累了。听众朋友们现在此时此刻应该在底下说那期其实你们也可以发出来。肯定啊，肯定加更。你们是想累死他是吗？我不想剪了。我连听都不想听了。对，其实我挺自责昨天这个事儿的，因为在这个昨天录之前，我其实就自己没什么信心。我觉得没怎么准备好。但是当时你做了一个事儿，你把这些设备都已经摆好了，那个时候我就这个外部评价和就是讨好别人开始了。我就觉得哎呀，这个人都准备好了，我要是说不录了，那不就很对不起人家吗？而且人家后续还要去剪辑，我不能在我这儿掉链子，我得努力，我得上。但这个事情你看这个例子多么血淋淋的告诉我们，你如果上不了你就别上，你强上反而最后你看是个坏结果。对呀，这个造成的后续影响更严重，对，更一波不平一波又起。对，所以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就非常片面，就自己认为这个事情要这样做更好，但实际上呢反而弄巧成拙。天哪，我们这个例子简直太好了，我感觉听众们一下就理解了，或者说我们2个人现在就明白了，就如果跟我们有同样心态的人应该一下就明白了，就真的不要硬来，不要给自己硬上一些东西，硬上一些目标，逼自己去，因为真的很有可能不仅没有实现效果，反而最后还带来更坏的影响。对，而且你这个事情没做好之后，你又开始了自责，哎，为什么我提前不说，或者我真的是能力不行，今天我在家里自责一天，对自己的攻击又来了。哎，那这真的很累，就不断的反刍，我还会去想我到底哪个环节出了问题，我之后要怎么改进，就不停的对自己施压。对啊，所以今天为什么我后来就跟你说，我说我真的觉得好累啊，也就诞生了今天这一期播客。就包括我也想到，就我们很难提出不同的意见，就这个事情别人已经在操作了，你就觉得好像你现在去反对，或者你现在去提出我们要推迟，就很对不起人家，人家会觉得你是一个很事儿的人。然后你这不提到这个人很事儿吗？其实我发现我自己有的时候有一些累的来源，就是因为自己太事儿了。你也知道我这个人有强迫症，我这个人有一些怪癖。其实本来我是有时间可以休息的，我每个礼拜至少我觉得硬挤出来一个完整天休息应该是没问题。但是你看我有的时候往往就会把这一天最后用来干一些别的更累的事儿，比如我上个礼拜难得拿出一天休息，我最后选择了在家里大扫除。一顿收拾啊，这个我是喜欢的。我的妈，一顿吸尘，一顿擦地，一顿整理，一顿拿个那个静电小刷子给家里头各个平面一顿刷，一顿浇花，一顿整理，一顿洗床单被罩，什么东西的，就是真的是自己给自己找事儿。我记得上个礼拜好像还有一天晚上，本来也是咱俩该看电视，你在那看那个三体，我莫名其妙我就跑到咱这个就我放堆鞋子这个储物间，好像我当时要拿出最底下的一双鞋要穿，一双新鞋，我就得把上面所有的鞋全部都搬开，拿出来试完之后发现不太搭，我又给放回去了。我记起来了。对啊，关键这个事儿不是最牛逼的，最牛逼的是我给它放回去了，对不对？又花了可能半个小时时间把它整理好了，我刚回来坐下，好像因为什么事儿我又要拿其中的另一双鞋，于是我又去把它都搬开了，又拿出来了，又把它放回去了。就在这个时候我又回来坐下，也那天也巧了，突然又有一个事儿，我又需要拿最底下放的一个什么杯子还是个什么东西，我又去把它拿开了，一晚上啥事儿没干，整理3次。到后来我自己都有点烦了。这种情况下说你不是自虐的倾向就很难。而且你也知道我对这个东西要求，就我搬开的时候要好好的搬开，对，我放回去的时候要整整齐齐的放回去。我甚至每一次放回去我都在想，我上一次那么堆不太合理，我得换一个更合理的堆法。
所以浪费很多时间。在这个当中你可以收获什么？我以前会觉得我会收获一片宁静，就是我在完全处于一个心流状态，在恢复这些东西，但架不住一下子来3次就没有办法宁静了，就很躁动。那不就也还是前面说的刹不住车？对，但是你又得干，因为你不能接受它凌乱的随便一堆，你就得相当于变成了强迫自己好好把它堆好，这个体验就不一样了。你自发的说我想通过整理这些东西去放松自己，这是一种感觉，但是你一下子来了3次，你就不是在让自己放松了，你是变成了说我要强迫自己把这个事情弄好弄整齐。这个我是能理解的，就是你没有办法接受那种凌乱的感觉，因为你本身是感官比较敏感的人，是，就是你会看到那边乱着，然后刺激你的视觉和大脑，就会觉得很痛苦。肯定是在这2种痛苦当中，就强迫自己去收拾和让自己看着这个难受，在这2个当中，你还是觉得去收拾这件事情比那个要强一些。对，因为我收拾我就付出一定时间的痛苦之后，我就收获的是很长一段时间的舒适嘛。但是如果它一直乱在那，那我永远都是不舒服呀。对，我不能理解的是，就是为什么明明接下来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而且是可预见的，我们马上要出门，或者是要后面有一个重要的约会，你都会在这之前开始收拾东西。就那天也是，就要去健身，完了时间都约好了，路上还有点堵车，你就开始说要收拾你的外套。当时我以为你在拿外套，因为那个时间就已经紧迫到要拿外套走了，结果你是在那儿收拾，把所有外套都拿出来了，要重新收拾一遍衣柜。这个我就好奇了，就如果你看到东西乱你要去收拾，我能接受，但是你突然想换一个整理方式，对，你为什么突然要这样做？这就是我刚才前面咱们讲到的2种我的特性叠加在一起。一种是我的强迫，我可能老早就想收拾了，但我当时可能觉得好像还有那么点时间可以收拾。然后另一个我的特性就是我觉得我可以压榨自己，高效的在这个极短的时间内把这件事情完成。于是我就开始干了。但是你想想，这东西它不可能一定的就顺利的，所以这中间出现了一点问题，浪费了一点时间，效率没有那么极致，就耽误时间，就收拾不完。所以最后咱其实最后时间已经来不及了。我走的时候还剩下一些衣服没收拾好，然后就乱堆在那儿。对，只能回来再收拾。我有的时候会因为这样，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是特别累的，我没有什么享受，我就觉得妈呀，我得赶紧快速的把它弄好。那你是怎么想到你要去收拾呢？就我起步的时候，我觉得我可能可以，我就干了。就你看到那堆衣服，你脑海里就想到我要把它们收拾一下吗？我看到那堆衣服想起来，我前2天好像想收拾，没时间收拾，现在不是正好有时间吗？就赶紧收拾一下。我觉得你这个有一点点是那种叫思维有点发散，就像我会有很明确的目标，接下来我们有一个事情要去做，所以我所有的这个思维和我的感官都是集中在我要帮助我等一下立刻去完成那个计划的。但是你不一样，你虽然知道你要完成一个计划，但你的那个感官也是没关的，你的想法也是没关的，所以你会捕捉到一个能干的事儿，你就开始干了。这个叫见缝插针嘛。就我很喜欢见缝插针。这个其实也很容易累。对，因为缝太多了。对啊，就回到咱们前面说的，我不能允许我哪个时间没有在做一个我应该做的事儿。就比如说可能我自己内心当中对于我的 to do list 有很多很多，有一些是大块必须要干的工作，那剩下那些怎么办呢？我应该找什么时间干呢？我就见缝插针喽。那你小的时候你可以休息吗？小时候也会被教育，就是你要用时间要用得好一点，见缝插针。你有没有发现，你去我们家里也是这样呀？我爸会在出门前擦地，他觉得这个时候他觉得你们在穿鞋的时候正好可以把这块擦了。见缝插针。我妈会觉得比如说我出去买菜的时候刚好可以去银行办点什么事儿，大家会有这种想法。所以这个是你的家庭给你带来的一些信念。对，从小可能就是这样，他们会认为这样反而是一个能掌控自己生活的一个表现，但现在咱们聊下来之后会发现其实并没有。对，反而是一个失控的表现。对，能掌控自己生活的人是我计划了下一件事是什么，我就干下一件事，而不会因为沿途的风景而打乱自己。但我们这种人见缝插针说的是好听，其实就是被沿途风景吸引就去干别的了嘛。就你们缝太多了，插太多针了。是插太多针了，就给自己插的浑身都是窟窿。没错，我觉得这样真不行。对，其实你看咱那天因为后来有一点迟到，咱在路上赶路的这过程当中其实也出现一些事儿嘛。我觉得这个事儿其实有的时候也会给我带来一些疲惫的感觉。就是因为我这个人本身就有点较真儿，气性有点大。如果说在生活中遇到一些比如说不公平的事儿啊，或者有人做一些不文明的事儿，我可能也想跟人家较真儿嘛。对，所以这种东西有的时候也会
会带来一些情绪上的一些负面的东西。我觉得你经常就非常的固执己见，而且你坚持那种是非对错，就你会觉得这件事你就是错了呀，是，那你就得道歉呀。但是别人你是控制不了，那个人就是不道歉，那你就会很难受。就我觉得你这个事儿做错了就是错了，你挨打就得立正。我做错了，我挨打我也立正。但这个对错的标准是你定的呀。我觉得我可能是按照一个普世的标准在思考这个事情吧。比如说咱举个例子，咱就现实举例子吧。比如说在大马路上开车，我觉得交通规则就是标准。你违反交通规则，你就是做错了。对，这个我认可，对不对？你实线变道，你加塞儿，行人闯红灯，电动车闯红灯，那你就是错了。对，我是觉得这些东西是我在看待这些事情的一个标准，一个原则。对，那他做错了之后，法律会惩罚他呀。但他影响到我，他给我带来危险了呀。我本来正常在路上开车，他突然间就实线变道，他突然间想加塞儿加塞儿，想一把子转过来，一把子就转过来，想他妈高速掉头就高速掉头。你就等法律。那当下我觉得我是一个大活人呢，我肯定会有一些负面的状态，那我想发泄也很正常。对，那你的这种发泄其实给自己带来了一些困扰呀。我可能也平衡过，就是如果我不发泄，我窝在心里，我可能更难受啊，可能发泄出来会好一些。但有的时候我会觉得应该表达一个态度。你这个操作有问题，那我至少让你知道你操作有问题。不能，因为我总有一个观点是，如果任何人看到他这样有问题的做法都不去说，这个社会会越来越混乱下去。我总觉得好像我们如果每个人都可以敢于去表达，这些事情会越来越少。那我可不可以这样说，就是你本身是一个比较遵守规则的人，包括你有自己的原则。我非常遵守规则，我跟你讲，我尤其在开车的时候，我是非常非常遵守规则的。对，所以你会要求别人也这样做，同时你还会去维护这个规则。对的，就你会有一种好像我要去维护这个规则的本能。我跟你讲，我也讲一个现实的心态，我没有你那么说那么伟大，什么维护规则，我就是在想的是，我辛辛苦苦在遵守规则，你们说打破就打破，这不公平。我这个讲的很现实，我没有那么伟大，我就是觉得不公平。是，这个东西是一个国家制定的法律法规，所有的司机，好的司机都在辛辛苦苦的去遵守。难道大家不知道实线变道，大家不知道双黄线掉头就能够给自己节省时间，能够便捷吗？但是这会造成危险的呀，这会对后车的行驶有问题的呀。你在高速上面怠速行驶、慢速行驶，这都会有危险的呀。你是舒服了呀，你考没考虑过别人呢？我经常有的时候会这种想法，所以我不去做这些事儿。但我就会想，我们这么好好在遵守，总有些人在这个地方坏了这个环境。我觉得不公平，我觉得不能让他们那么逍遥法外。就好比说举个例子，咱们在停车场有固定车位，总有些人他就停在你车位上了，然后你经常有的跟我说，你说哎没事算了，咱不跟他们较真儿，咱们再去找一个什么空的这种公共车位咱停吧。我说这不行，为什么呢？他进来之后什么都不用思考，哐就停到你一个固定车位上，然后你这个固定车位本来的主人你就得去找一个公共车位停，这不合理。所以我当时跟你说，我说我可以去找一个公共车位停，但我也必须打电话让他把车移开。这个车位我可以不用，我今天可以不停过来，但他不可以停。你没有道理，他可以省事儿，我却要付出。本来这个车位是我的。那你这样想的时候，你不是会痛苦吗？你会累呀。累我也要维护秩序。就是这么有，这个叫什么是非观？因为你这不是我也没那么伟大。我还是那句话，我没那么伟大。我就是觉得本来是他舒服我累了，那反正我都要累，我不能让他舒服着。你可以理解为我就是有报复心态。报复，对，报复。说难听点就报复。其实有的时候我觉得追求这种公平，包括就是我不能，你犯错了你必须得承担自己的后果，这种就挺容易让人累的。是啊，因为你没办法控制这个事情，真的是没办法控制。这个一方面是我对自我要求，我会觉得我自己不应该犯错，比如说我在遵守交通规则这方面我会做得特别极致，这个累。同时我看到别人不遵守，我又会生气，我又想要去制裁他，我又累。所以这两种累都叠加在我身上。其实我觉得我也有一个美好的愿景啊，就是如果大家都能够好好遵守交通规则，没有那些司机在马路上面乱开瞎开，我们这一类人就不用去平衡那个有人违反规则我们那个累了，我们就只需要自己好好遵守交通规则这一个累，那也这不挺好吗？这个累我们是应该承担的。在这个说这个车有关的事儿上哈，就我的累大部分都是从你这儿来的，就是你是我的累源。就我坐在你开的车里面，我就很担心旁边的车会让你生气，他们比如说不遵守规则，你就会生气。只有你坐在车里的时候我会特别生气，如果我自己一个人开车，
我不会跟他们那么较真儿的，因为我是那种感觉，就是我自己一个人在车里出了问题，我自己可以控制，就出了问题大不了是我自己出问题。但我车里面拉着别人，我会觉得说，如果出了问题，我们这2个人呢，你这么驾驶让我觉得这伤害到了一个我身边很重要的人，我会非常非常的生气。就我如果身边有你的话，我会特别特别生气。同样一个人在实线高架的匝道上面恶意变道，咱俩周6周日2天经历了2次，一次是只有我自己在车里的，一次是你也在车里的。我自己在车里那次我就什么都没说，我就让他走了，但你在的那次我就立刻开着车窗我就骂他了。对，那你有没有想过我希望怎么样呢？就是我更希望的是什么事儿都没有发生，我们安全的抵达，这是我最希望看到的。是，我知道这样肯定是好嘛。对，但我有的时候也会在想，就是我不发生，这个人下次还会这么干，要出事儿呢。我当时不也反问你吗？我说如果他现在是没出事儿，如果他现在这个恶意的匝道实线说往这边一弄就一弄撞到我们了，出事儿了，把我们撞伤了，那就不是骂他2句能解决问题的了。我必须要提醒他，你这么操作是又违法又危险。我就感觉你的表达里面有很多我必须是，就是所以说我就说我这个人是因为有强迫的嘛，我有一些这种自己的执念。所以为什么你会形容我？你说我固执，我就是要遵守我一些我认为我应该遵守的东西，我就坚守它。在我看来，我觉得是你没有止损机制。就比如说我们在路上开车的时候，有人别我，我可能会滴滴他2下或者闪一闪，但我觉得我如果摁下车窗骂他，或者我跟他在路上并排飞驰，我觉得这已经非常危险了，我不会去做这个事情，成本很高。但是很多固执或者说倔强的人他是没有这个的。我也有，只是可能比你的要高很多。就我那个止损点要高很多，但那个时候就会已经很危险了呀。比如说你看到别人已经拿出AK-47 了，他拿出 AK-47 了，是吧？我这边 RPG 已经准备好了，我们2个人，他马上要嘎嘛你了，他要嘎嘛我了，我这个时候赶紧再弄出一个 RR 挡在前面。我也是有的，就我比如说我会坚守，就是我不能跟人发生冲突。那你摇下车窗骂人家，这不是冲突吗？有冲突的隐患呢，肢体冲突。我至少在车里嘛，我可以跑嘛，对不对？我们不发生肢体冲突。但是我要表达态度。听众朋友当中开车的朋友们应该能理解我的这种心态，或者说肯定可以，或者说跟我一样，就是觉得我们在辛辛苦苦遵守规则，但是有些人他就是没有付出任何成本在违反规则，这就让人很难接受。你就要制止他，就是要让他难受一下。对啊，你看那天其实我有点幸灾乐祸，你还记得吧？咱们有一天开车回来，一辆超跑停在了我们的固定车位上，迈凯伦，咱当时还拍照说车挺帅的，怎么样，但是你停在我车位上了。然后我还打电话给物业说让他把车移走，然后咱们把车停到一个别的地方。后来我还在楼上看，说那个车开出来了，因为他开出来动静很大，物业跟我说他移走了，他开出来了。然后我还在楼上看他，结果他自己车前备箱坏了，我当时还在上面说你看报应，对吧？让你占我车位，你特开心，我特开心，前备箱关不上了，就这么开着前备箱开走了。我不能让你这种违反规则的人好了。是，当然也是一个变态心理，但是我是觉得，那你有错，你就得为你的错承担责任。我有错，我也会为我的错承担责任。对吧？其实你刚才讲的你的这种类是性格上的嘛，就是一个比较固执的人。然后我呢，其实让我就特别特别累的一个性格特点是，我是一个很焦虑的人。我能感受到你的焦虑给你带来的痛苦和累。对，所有人都知道我很焦虑。对，然后我其实有一些自己的分析，就是我觉得焦虑的人一般都是控制欲很强的。这个我们也准备等哪一天找一期主题好好聊一聊这个事儿。就像我坐在你的车里面，我会特别累的原因是因为方向盘不在我的手上，我控制不了这辆车，我不知道它会不会发生什么意外，所以我会非常的累。然后焦虑的这个内核就是担心，就是我刚刚说的，担心事情不按自己想的来，所以你就会很焦虑，你就会想下一步会发生什么，下一步会发生什么，是不是按照我想的来，如果它不是按照我想的来，我该怎么办？毕竟你是一个连死了之后要上墙这件事都已经开始担心的人，所以我就是那种处处都要操心，全部都要安排好，能够保证就一步一步按照我的想法来，就很害怕出现意外。但是实际上呢，就是你没有办法控制，它一定会出现意外的。对，你会担心，同时它出现意外了，你又会生气。就这个时候我也会很消耗，就是我都已经安排的这么好了，为什么它还是没有按照我想的来？所以就在这种担心和生气当中就会被消耗，然后很累很累。我觉得焦虑是特别特别消耗人的。焦虑啊，担忧啊，后悔啊，这些情绪特别容易消耗人，因为这些东西都是无解的。就比如说你焦虑一件事情，它该来它就是要来的，它不该来就是也不会来的。
但你在焦虑当中，你是这两种可能，你是在徘徊，你在假想出很多种可能。这些东西都是你假想的，说白了就是这些累都是你自己造给你自己的。对，你自己凭空造出了很多累的来源，压在自己身上。没错。就比如说最近我这个工作就特别特别累，因为我这个工作要跟人合作而且是非常非常多的人去合作，那我就会想我跟他们合作会发生什么事情，会不会发生 A 意外 B 意外 C 意外，就还没有干活我就已经觉得很累了。完了干的过程中你也会觉得非常的累，因为你要跟他们合作，你又控制不了他们，你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意外。比如说你要求他们12点之前把这个东西弄好，但是大部分人他都没有办法在这个时间把这个事情给你弄好。这个时候你就会想，这个人为什么我都已经跟他说了3遍了，12点之前你要给我，为什么你没给我？我就觉得真的太累了，就是没有按照你的预想来嘛。对，这其实也是有点，我不知道该用什么词儿，我在想是不是有点太自我了。我觉得自我这个东西可以涵盖我们这2种性格。就是对你来说，你就觉得这件事情你做错了，你就必须得怎么样，而且这个正确与否其实是你认为的嘛。是，在我也是一样的，就是我觉得这个事情必须按照我计划的发展。对，其实我们2个累也有很大的程度是有很多自己的要求，但同时你又没办法，你得去适应这个社会，你就会觉得特别累。对，所以你看我们今天在聊这个大家为什么这么累，我觉得我们前面提到这些东西应该很多在听这个节目的朋友应该都经历过。累这件事情虽然我们用一个字把它概括了，但它其实给我们身心带来的影响是非常非常复杂的。对，因为我今天正好也挺有意思的，我今天下午在搜集资料的时候，我有看到正好有一个人做了一个小的科普的片子，他提到了说之前流行过一个词儿，这个词儿叫累丑。我是第一次听这个词儿。什么叫累丑？就是因为累而变得很丑。对，劳累的累，丑陋的丑。它就是指说人因为劳累，外貌身材都没有变化的情况下，但是整个人的精神状态就每况愈下。就是相当于形容是一个人精气神的那种感觉，就叫累丑。但我觉得这个词儿真的一下子跳到我的这个字典里面，我觉得它形容特别对。我之前不是有经历过过劳肥吗？你还记得吧？这就是咱们在装修房子那段时期，因为又要平衡上班，每天完事又要去房子里搞事情，那段时间就是过劳肥。因为你过分劳累，所以你就过度放纵，你就饮食也不规律，也没有任何的运动，整个人就胖了，就滋巴嘎了，对吧？其实我觉得这个就跟累丑是很像的。劳累这个事情就会给你带来精神状态的塌陷。没错。所以为什么我们要重视去体会到生活中哪些事情给你带来劳累？我觉得大家这个可能是第一步，就是你也不能光说我去形容一个我今天很累怎么样，你得想我到底是什么事儿给我带来的。比如像我们刚才提到的，有工作带来的，有是自身人格特性带来的，有你的一些怪癖带来的，还有一些你无意义的事情给你带来，你都得自己分析清楚。你只有先分析清楚了，然后你可能才能有针对性的逐个去击破它。对，你知道这个累丑让我想到的是什么吗？这个大家不要觉得冒犯啊，就是曾经我在社交平台上看到说，就是一个人如果他是老师，你是一眼就能看出来的，就老师是有他一个特殊的长相的。我能体会。对，就戴个眼镜，然后脸是有点暗黄的，然后眼睛是没有什么神采的。因为我知道老师真的非常累，因为孩子折磨，他们要早起，然后又背着很多压力，所以就是他们真的很累，就会有这样一个刻板印象。对，老师这个一看这个人就是老师。对，包括他们也会有前后对比，就是在我还没有当老师之前是什么样的，当了老师之后是什么样的。包括你知道前段时间看到有微博上有人说什么过敏啊湿疹啊，我自从离职之后都好了。哎呀，你记不记得咱前2天参加一个活动，见到一个我以前的同事。我当时见到他第一面，我就跟他说，我说他就是属于那种辞职了，自己自由职业了。我说我见到你之后，我发现你气色都变好了，就他以前上班的时候和现在自己干的完全气色不一样。所以就是你说其实人上班的时候就是带着那个累丑的那个感觉。对，就是你就是因为疲劳，你很多东西都展现在你的面容上。奴隶脸。哎呀，班逼脸，就是那种感觉。班逼脸。对，真的，我跟你讲，真的，有的时候大家其实平常可以想一想，你自己周末时候的状态和你周一到周五的状态都是不一样的。对。然后另外我还觉得就是累真的会让我们产生很多自我怀疑。对于我这样一个对自己要求这么严格的人，我就会怀疑自己，我说是不是能力不行了？就你不会想到是因为身上背负了太多的压力和疲惫，
没有办法正常发挥，你会觉得是不是我能力下降，你反而会更加的去想办法压榨自己，让自己再弄。但你知道那个时候身体已经不行，就像这个皮筋已经拉到极限了，你还要绷还要让它更长，那他接下来面对的就只有崩断嘛。是及时认识到自己的累，然后并且休息。你不要把这个休息，因为我有的时候会觉得休息是不是意味着我能力不行，是不是意味着我浪费时间，是不是意味着我在蹉跎，但其实你要明白它是重整旗鼓，磨刀不误砍柴工。对对对，就这个东西，就这个感觉，你需要修复。对啊，你不然的话，你像我，你的疲劳叠加，你的情绪波动叠加，你很多事情叠加在那儿，你反而是做不好事情的。就像我们说那辆车是一样的，对，你开着轮胎皮儿都已经开始掉了，轮毂的那个螺丝都开始掉了，你还不停下来，对，那最后就只能撞车。对啊，你这看似你好像脚焊死在油门上，这个是好的，你可以一直很快高速行驶，但你要遇到弯怎么办？对，你遇到坎儿怎么办？对，对不对？你刹车的必要性啊！遇到问题的时候，你更是要停下来看一看，对，而不是让自己一下子冲过去。是，不然你就会觉得，我最近一段时间的感觉就是，我觉得我对这个世界都开始有一些怨气、厌世。对，就是你会失去的那种很积极的那种心境，你知道吧？就我不知道是真的是最近一段时间上海天就是不好，还是反正我觉得我看天都不蓝了。这2天天还挺好的。是天好吗？挺好的。我不知道，我反正过年回来我就觉得上海天不好。是你的眼睛拉起了帘啊，在我眼前遮住了帘。对，忘了掀开。就是让我觉得各方面都不好。这个很正常，就是你一旦人很累很疲惫，你的这个感觉啊，然后你身体里面的一些激素也会下降，你整体就会状态不好，这都是甚至都已经到生理层面导致的了。然后我觉得除了你说的这几点，我还有一点特别想补充的，就是你看现在为什么好多人小视频成瘾，玩手机成瘾，或者是这个购物成瘾，或者就是社交媒体成瘾，就是因为他的大脑太累了，他需要在这种很简单的愉悦当中去休息，就是他在这个小视频当中是收获休息的。就像你，我觉得这一段时间你看小视频就看的特别多。是吗？我没注意到，可能我自己没意识吧。对，因为好多人他觉得就是现实的世界太累了，他需要在这种简单的快乐当中去寻求自己内心的平静，就会沉浸到这个里头。好像看那个东西的时候确实不太用思考。对，因为如果要是不看的话，那个空闲时间我又会给自己见缝插针，我又会给自己思考，而且劳累就是会让人恶性循环的。对，因为我们的累大部分来自于一些精神上的消耗，包括对自己的否定嘛。那你越否定你就越累，越否定你就越累，这是一个恶性循环。对的。然后再加上我们2个人在一起，我们的关系是很亲近的，有的时候我们也要在对方身上汲取能量的。但是你发现这个人好像很累，这个时候你好像也不行了，所以我们2个人的状态就很同频，就现在大家都很累，汲取的都是负能量是吗？对，就是你会觉得自己像是一个行走的负能量。同时你又不敢去跟朋友说了，因为你会觉得朋友会受到你的影响。但我反而有一个想法，就是咱们前面提到了，就是我说你回来之后，你会每天下班回到家，我的心情就好一点嘛。其实我觉得确实是应该要融入到一个社交环境当中。对，像你刚刚提的，你说不敢去跟朋友说，怕影响朋友，其实我觉得恰恰可能似乎得寻求一些朋友的帮助。你可能跟大家说一说，比如像咱俩聊这个事情，我觉得聊完之后可能真的会好很多，甚至可能评论区里面有一些朋友，大家会互相的也分享自己的故事，或者说有些人可能比如说会安慰我们，那我们就获得了一些情绪支持，然后那这个感觉就会让你的累稍微消失一点，就感觉有人理解你了，说出来就好了。所以我觉得可能这是一个方法，就大家多出去说一说，无论是跟自己的伴侣，或者说跟自己的父母，或者说跟朋友，对，甚至其实你不说都行，你就走出去。我觉得其实走出去都是一件很好的事儿。我觉得我这几天之所以不断在加重这个累的情绪，就是因为很多工作牵扯，我离不开家，我必须得伏案工作。但是我回想了一下，我上个礼拜结尾有几天还出门了，就是你在路上走一走，去喝杯咖啡，去一个店里逛一逛，去见一些比如说服务员也好，路人也好，你就见到一些活生生的人，会相比于你一个人在家里面胡思乱想要好很多。对，我觉得这个很适用于你的这种累，对，就是你个人的胡思乱想或者你的一些较劲啊之类的。但你知道我的那种累，我反而想说一个相反的做法，就是最近我因为工作当中老是要被牵扯嘛，就是又要开这个会，又要跟那个人沟通，我就会觉得我这个人像被撕裂了一样。而且我在做的这个事情对我自己来说完全没有意义，这种无意义感也让我觉得很累。这个时候我就觉得我在人群当中
让我觉得很嘈杂，这个环境我需要一个独处的环境。所以今天我中午的时候，我特意自己去日料店吃了定时，我觉得这也是一种我的自我关怀的方式。因为以前中午的时候在单位吃饭，我吃饭的时候还要面对这些同事，完了我本身又是一个挺外向的，所以一边吃饭我可能一边还要跟他们聊天营业。对，我觉得好累啊。我本身工作的时候就是一直在开会，吃饭的时候我就想要自己去好好的吃一顿。是的，我就今天特意就自己去吃，我觉得好舒适。虽然我也是拼桌的，对面有一个阿姨跟我一起吃，我还把这个刺身的冰不小心崩到她那儿，但我又觉得我不管，反正我就自己现在享受我自己的，很舒服。完了之后，我今天下午还安排了自己看书的时间，我又觉得有一些收获，不像我在工作的过程当中像提线木偶一样的去做一些事情。所以我觉得如果你是因为这种情况而累的，那你要把这个目光收回到你自己。有的时候因为事情太多了之后，你的劳累是因为你的身体说你怎么不关注我了，所以我要累一累让你来看我。那你把这个目光收回来之后，你就会感觉到挺愉快的。是的，另外我还觉得就是其实如果有方法能够把自己的压抑已久的情绪真的宣泄出去也挺好的。比如说哭一场。是，我今天就在家里哭了一场。真的，你想不到，突如其来的，倒不能叫大哭吧，但是流眼泪了，流到视线模糊了。我在冲咖啡的时候烧水，有一个间隙我就刷了一下抖音，碰巧刷到了一个人特别深度的解读《飞屋环游记》，就是那个我知道那个动画片。其实那个电影都很老了嘛，然后咱也知道什么情节。我其实本来没有抱很大希望，没想到他的解读非常的感人，他就很深度的在解读就里面这个老头和他已经已故的妻子的这个感情。我靠，当时就是我脑子里就想到我们俩的感情，就我就那个时候一下子就代入感很强，然后我就开始哭了，哭到后来我怕我自己收不住，就赶紧把那视频划走了。真的？对，但是那一刹那我觉得还挺释放的。就是你那个情绪就感觉像是那种有点像喝醉了之后抠吐那种感觉，就是真的涌出来了，然后就好了。对，有的时候累也是因为压抑了一些情绪。是，你看像我今天其实有跟你类似的感受，这也是我想说的，就可以减轻这种疲惫的。今天我自己在吃饭的时候，我就在想为什么最近我这么累，这么难受，这么不舒服。后来思考了一下，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就是当时开车的时候，因为有车别了我们一下，然后你有点情绪爆发之后，我并没有支持你，而是可能跟你进行了一些争执。这件事情一直压在我的心底，因为我了解你啊，我知道你是一个是非分明，然后想要奖惩分明的人。为什么我在明明这么了解你的情况下还没有去支持你？因为我知道一旦我支持你，很快你那个情绪就会过去了。对我来讲，这个事情是举手之劳，我为什么要坚持我自认为的对错？我认为的对是你应该让自己舒服，不要跟人家较劲，这是我认为的对错。我在坚持说你不应该坚持自己的对错，但其实我又在坚持我自己的对错。我就觉得为什么我应该更看重的是你这个人，再说我自己又是学这个的，我都没有这样做。我就觉得那个时候让我觉得很难受，我就意识到了这个事情是压在我心底的一个事儿，所以我就给你发了消息嘛，跟你表达了，我说当时我没有这样子做，我觉得非常的内疚，很难受。然后你给我回的是，其实我现在能听到你这样说就已经很好了。那个时候我就眼眶湿润了。在车里咱发生那个事情的时候，我就特别希望你是这个态度。我等了很久，我直到把你送到你做瑜伽那个地方，你下车，我都在等你能说这样一句话。甚至我是知道你想让我这样说的，但我就是不想说。对，然后你就这么走了。因为我想要训练你，让你不要再坚持自己的对错。但其实现在想想，是我也在坚持我自己的对错。我觉得你那样做是不对的。不过我也是挺感动的，你至少隔了这么几天之后，你还是跟我说了这个话，其实让我挺意外的，因为你从来都没有跟我说过这样的话。真的。对，所以这件事其实在今天对我来讲还是一个挺治愈我的一个事情。对，这个事情也很治愈我。当然不是说因为你啊，我又是因为我自己，我不被我自己感动了。因为有的时候我会很难去体会什么是我对你的感情。我总希望你开心，但我想要你开心的方式是让你不要坚持你自己。你让我开心的方式是让我按照你的方式去活，因为我觉得我这个方式更开心。对啊，你会觉得你的方式是更好的生活方式。你觉得我如果按照你的方式去活，我别那么较真儿，
我别那么强迫，我就开心了。对，但你有的时候咱们应该都互相思考，就是其实让对方去按照对方的方式生活，他才开心。对，所以今天其实我们聊这些，我也是有感悟，就是可能我以后要更重视的是你这个人本身，而不是我希望你快乐，我控制不了你的，挺好，反而会让你更难过，是因为你也很在乎我嘛。所以我是觉得两个人之间的情感交流，就是两个人本身之间是有爱的，有亲密的，可能是爱人，可能是朋友，这种交流也是可以很好的去消弭这种消耗和痛苦的。因为你会觉得被注入了。当然我可能并不是觉得感受到你爱我，而是感受到我爱你，就感受到我内心是有爱的，这个时候就有力量了。累有的时候就是一种耗竭，就感觉好像我都什么东西都花完了，什么都感受不到。但当我跟你深度的去交流，感受到我自己的一些愧疚，然后包括对你的爱，包括我以后要更重视你这个人，我一想到我能说出这种话，我就觉得我好爱你啊，一下子我就觉得我的内心就充盈了，没那么累了。天哪，你对自己的夸赞真的是不吝惜任何的词藻。很羡慕你，很羡慕你可以这样大言不惭的夸自己。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想要对像我这种就是很在乎别人的看法而很累的人说一句，就是我们要有被讨厌的勇气。之前说过很多遍，也是阿德勒的一本书，其实他想要表达的就是我们不需要做一个完美的人，或者做一个他人眼里完美的人，就你有瑕疵也很正常，你就是你自己，你不是别人眼中的那个你，不用太在意别人的评价。当你可以不用在意别人评价的时候，这种累就会消失很多。对，所以我们都是人嘛，咱们都是肉身做的，咱们该累也是正常。对，有累的感觉是正常的。所以为什么我们前面也反复在提，就是大家要正视自己累，要去找寻自己累的来源，然后要明白累给你带来的哪些困扰，并且咱们要学习解决累的一些方法，对吧？所以今天我们这期内容其实就是希望能够替更多跟我们有同样心境、处于同样状态的人说出这一份感受，然后希望大家能够有共鸣。然后当然最殷切的希望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尽可能的过得舒服一点。我觉得现在这个社会真的发展太快了，太卷了，然后人对于自己的要求和对于身边人的要求都太高太严苛了，是大家就会活得没有那么轻松。其实稍微放轻松一点不会影响你进步的。对，你要更多的向内看，你要看到你自己，而不是你同时又严格要求你自己，同时又要看到外界那些，你要跟人家比较，你要用别人的标准来要求自己，就真的很累。对，我觉得总而言之，其实回归到我们播客一直想给大家提供的一个东西，一个情绪支持，就是让大家快乐，只要你快乐就行。也希望我们这一期聊完之后，我们两个人的状态能够回升一点。也希望在听这期节目的朋友，如果你也正在遭受同样的经历，你能够更快的走出这种阴霾，然后更有劲儿，恢复精气神。毕竟春天马上就要来了，向快乐出发。对，向快乐出发。那就这样，这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咱们下期再见，拜拜，拜拜。